下了几天的雨，这会儿雨终于停了。我们到下面去看一下老妈在干嘛。老妈上来后就到下面来采摘这个蚕豆了。她说拿去给外婆卖，因为现在外婆在给小舅他们照顾2个小孩，然后利用空余时间到楼下去卖这些菜呀，就比较方便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大丰收，都没怎么管理，长得这么好，不需要施肥，只需要种下去就行了，跟草一起长的。那你这打拿给外婆卖不是？打哪里卖我都想。这里一盒卖40块钱。把这些豌豆角全都摘去给外婆卖。那天卖了40块钱，那有半倍了。这好多钱一碗那卖3块，这2个便宜？3块，那天卖3块，现在只能卖1块5一斤了。这个地里面到时候用来种西瓜，这也是在大城市里面至少要卖10块钱一斤，在我们这里多的都没人要。这纯天然的，又没打农药。老妈说种这么多年的这些农作物，就这个最简单，什么都不要，不需要施肥，也不需要管理。看这些豌豆角很嫩的，用来炒了吃，很好吃的。就这么一小块地种的这些农作物，完全吃不完。在农村只要有一块小地，不用喂猪喂牛的话，其实有这么一小块就够了。旺仔，我们过去看一下我们育的西瓜苗怎么样了，应该也快可以移栽了。诶，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？木耳。这个木耳纯天然的，用来炒肉特别好吃。往这里过来呢，就是奶奶家育的这个水稻的苗，他们每年都种水稻。这里育的是那个辣椒的苗，他们的这个四季豆已经长起来了，我们还没开始种。大家看，这是他们的秧苗。今天老爸也说我们的那个田地在开始犁地了。我们给了老爸400多块钱，他说让他去领牛来自己耕地，他不愿意，他说太累了，非说要花钱请人。这是奶奶他们育的这个玉米苗，但是存活率不是很高，看起来有点稀疏。这旁边呢就是我们育的这个西瓜苗，感觉长虫了，我们得来给它打一下虫。不打虫的话，这个叶片都要被这些虫给吃完了。今年这个西瓜苗存活率也不是很高，那里还有一些黄瓜的苗。大家看，有的西瓜苗才冒出芽顶来，有的已经长这么高了。这个西瓜苗要移栽的话，至少还得等1个星期吧。今年的西瓜我们种的比较早，去年种晚了，所以说还没到成熟就遇到大天干，就全都枯萎了。我们这里种的这几棵樱花树，就这棵长得最好，一点都没有枯萎。上面那2棵那一枝呀，好多都枯萎了。你以为这棵板栗树它不会存活，没想到发出这么多嫩芽。大家看，明年的话肯定就会结板栗了。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就打满了1桶。他说这个桶装不下了，去背篦篓来装，那么多。全都拿去给外婆卖。
重，这个很轻。你看这么大一桶，可能也就10几斤、20斤那样子。旺仔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啊，你又搞得满身的是泥。你在喂狼哦？你在哪个弄啊？背上去放车上啊？哪里赶去卖呀？啊，那给外婆买。要给外婆卖。上次卖了好多钱？啊，上次那42块钱，哎呀，我是那5块钱，还现金。我的背上去，没错。看一下有多少斤，这些能不能卖100块？我说能卖100块，让外婆给我买个粑粑吃。还是挺重的。哇，这个3轮车能拉下吗？不知道，感觉挺危险的。我说，哎呀，重不重？有点重，你感觉有多少斤我感觉有50多斤。 ？50多斤，如果卖2块钱1斤的话，都有100块钱。卖不起2块钱一斤，只能卖1.5块一斤。莴笋1块钱1斤，但是那个莴笋只能卖几毛钱一斤呢、那个豌豆角的话，3块钱1斤。1块5一斤。上次卖3块，这次只能卖1块5了，因为太多了。从我们这上面种菜，拿到街上去，拿给外婆卖。大家能感受到农村的不易吗？当然能感受到了。背这么大一背篓去，只能卖几十块钱，而且很多人他是没有车的，要从这里走路走到街上去，要走几个小时。这个还好，我们的话就是用电动车可以拉回去。人家爷爷奶奶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开车，而且背的也没这么多。对，一次背一10几斤，用顶顶去，然后卖个20-30块钱就回来了。对，但是上次我听到奶奶他们说一次卖了70块钱。那卖的东西不一样嘛，就是干旱的时候卖得起价。对，如果是像这几天这些菜根本就不值钱。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，每天都这样背。你看他们一辈子务农。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，只是这么多年没做，干种腻了，忘了。小时候你有没有拿这些菜拿到街上去卖，都是自己吃？有啊，我们小时候背去卖呀，小时候还去进货来卖，就卖那个冰棍儿，满街跑，满山跑来卖。让外婆拿去直接背到小舅家楼下就可以卖了。对，现在她可以赚一点零花钱。她平时还在捡那个纸壳卖，这个比那个纸壳强多了。对，而且这个的话也不需要他费力，我们已经种好了，直接给他送到他们家里面去，到第2天他直接拿到小区里面去卖就可以了。老妈用这个3轮车给外婆拉去。哎呦，掉了！看一下，放在这个3轮车上面能不能顺利的放上去？要用绳子给它绑住上去。还有莴笋，莴笋就放在这里吧。哇，还有蒜苔。对，好重，好上头。好，其实这样还挺好的。如果是直接用背篓装的话，肯定不安全。这样装的话很安全，这样都不用绳子绑了。自己跑了，可以开出去。走了。